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这次又有一个有趣的小技巧，就是只用2个颜料上色。限定颜色对于初学或已经画水彩一段时间的人来说都很有帮助。例如，可以更专注图的明暗关系、冷暖对比，还有构图，可以让我们专注一件事，不会一边思考怎么下笔、从哪里开始画，一边思考怎么调色，让头脑转不过来。而且它只限定了几个颜色，这帮助我们不会混太多颜料，造成颜色混浊，或有太多选择而沾到不适合的颜料，让画面有不协调的颜色。这种所谓的限定调色盘，每位画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组合，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佐恩调色盘。这是著名的瑞典画家安德斯·佐恩常用的选色，据说是黑、白、朱红、土黄组成的。在佐恩自画像的调色盘上就可以看到这4个颜色。我们只用2个颜色，大家有猜到是哪2个颜色吗？是隔红和群青。一般来说，红加蓝不是等于紫色吗？其实也要看颜料的倾向，隔红有点偏黄，加上偏红的蓝色群青，即便黄色不明显，但还是集齐了3原色，所以隔红、群青混在一起，红色多就有点像红棕，蓝色多就有点像灰紫、灰蓝。如果是用永固玫瑰红，也就是偏蓝一点的红色，调上偏红的群青，成分就是蓝和红，比较单纯，会调出饱和度高、鲜艳的紫色。之前说过，每一个色相都有自己的明度，群青比隔红暗一些，所以这2个颜色本身就存在一些明度的差异。因为有相对正确的明暗基础，就算在调色比例或者是水分浓淡上有失误，都不至于拉不开明暗关系。虽然群青是偏红的蓝色，但它本身还是蓝色，所以是冷色，隔红则是暖色，这样也有了基本的冷暖关系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色阶画出来。我们这次先练习红色，所以以隔红为主，慢慢加色。下一次练习蓝色，这里用隔红慢慢加水。一点一点加入群青。画完之后，我们可以观察它的明度、饱和度、色相的变化。用这个色阶去比对适合画的照片，大家在家里画的时候，可以尝试自己搜寻照片，看看有没有适合画的图片。这张图没有很明显的光影明暗关系，因此可能稍微有点难观察，也相对难画出物体的体积感。但它的优点是展现出很多不同层次的混色，这可以让大家先练习2个颜料细微的调色变化。这一次没有讲到羽毛怎么画，也是因为这一张图的重点是丰富的颜色渐层，以后有机会再说明羽毛怎么画。回到光线，明暗不好观察也没有关系，我来给大家说明一下。先看它本身的毛色，也就是固有色，有一点点杂，虽然都是以红色为主，但很多都是灰红啊、灰紫、灰蓝的颜色。背部与翅膀固有的毛色颜色比较深，所以就算光源从上往下照，背部也没有那么亮，反而光照在白色的雪地上，反射到肚子，
让肚子的颜色和翅膀的高光差不多亮。接下来每一个分层我都会在旁边加简单的光源解析图，这样跟着画的时候比较不会手忙脚乱。希望大家可以专注在有趣的混色过程。这一只北美红雀可能正在跳起来，所以2只脚都在半空中没有着地，被挡住的脚只剩下1只脚趾甲露出来。我决定要稍微改一下，让它的脚可以撑着，有种正要落地或者正在踏步，想要在雪地里玩，踩一踩雪的感觉。第一层我们先画饱和度比较高的区域，尾部、头部等等，还会画腿部。先涂水，让颜料可以晕染开，有毛茸茸的边缘。一开始看不准浓淡没有关系，先一层淡淡的铺上去，之后都可以慢慢再加颜色。现在可以补浓一点，也就是水少一点，颜料多一点。用含有一些清水的笔抹开旁边锐利的边缘。第2层我们要开始加一点群青咯。一边画一边修整明暗关系，用笔洗掉一点颜色，这是为了刷出羽毛的形状。顺着头部的羽毛形状涂水，这里加深一点，因为中间的羽毛比较集中，比较厚，也比较不会透光。腿，这里也是饱和高一点的颜色。补一些头部可以再暗一点的地方，加一些群青。下半部身体先画，先铺一层水，它也是饱和高一些的颜色，所以红色纯一点，混入的群青少一些。翅膀等等再画，因为它饱和度比较偏低。从这里开始，羽毛本身的颜色有一点灰，所以加入群青。
画翅膀的投影，继续画这部分有一点红棕掺杂灰紫的感觉。慢慢接肚子下面比较亮、饱和比较高的红色。这边我又回去补头部的暗色，这是因为我画完尾部这边的颜色之后，它的明度其实跟头部是差不多。那头部如果不够暗的话，就要再回去补。来画背部，我们先打底，注意明暗还有颜色的转变，不用一开始就画到太浓太黑。慢慢一层一层去加深，去调整明暗，这样不但不会一下子画太深，明暗画错又擦不起来，水也比较好控制，整张图的成功率都会比较高，而且可以享受慢慢画的过程。画出一些羽毛的形状。头部这时候已经干了，可以加深一些阴影的部分。来画翅膀，一样先铺一层底色。这个淡淡的粉红色是这一个部分最亮的颜色，先确定好最亮色，等等可以再加浓加深，把颜色叠上去。用含清水的笔把边缘染开，让边缘不要锐利。纸面还有一点湿，可以直接用稍微浓一点的颜料。上面有一点灰，所以加些蓝。继续加暗。来画后面的翅膀，这里比较面向光源，所以比较亮一点，饱和度不要太高。翅膀本身有一点灰，所以不要画得太鲜艳，水稍微加多一点。往下画有饱和度比较高的红色。接续下一层
叠在下面可以灰一点，不用那么红，让它默默的淡掉，不要让它变得太抢眼。再调浓一点的颜料，画暗的地方，这里都是光照不进去的地方。一样还是可以慢慢加，一下子加太黑，变成只是黑线而已的话，这也会破坏明暗关系。不管画多细多窄的地方，都要想象它是面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线哦。面朝光的地方，颜料淡淡的，多一点水慢慢加，去调整明暗，也去调整明暗之间的渐层变化。慢慢细化，画尾部。画它尾巴的羽毛，注意它还是有一点起伏，所以一边暗一边亮，一边暗一边亮一点。检查一下整体的明暗，该压深的地方画深一点。用接色法，也就是湿接法，从嘴开始往旁边接羽毛，这样子才不会把羽毛画得过度僵硬，才会有一些羽毛柔和的渐层感。画眼睛，眼睛比较暖一点，有深棕色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先铺一层红棕的颜色，等等再慢慢把颜色加深加浓，画瞳孔。眼眶的周围可以换成尼龙毛的画笔，细细的慢慢的画。
周围慢慢延伸出去的黑色羽毛都可以加浓一点的蓝色，是加浓等于水少一点，不是加很多蓝色哦。因为这里比较灰一点，不是一个很明显的红色或蓝色，所以先调到比较灰的颜色之后，再慢慢调是要偏暖一点的红灰色，还是偏冷一点的蓝灰色。眼睛周围是稍微多一点蓝的冷灰，越往嘴巴越红一点点。我们来画翅膀旁边的小羽毛，因为这个羽毛本身的颜色比较灰，所以刚刚画翅膀的时候没有一起画。先画红色，慢慢加蓝，混出一点灰紫的颜色。阴影也要注意画，让它跟下面的羽毛看起来有一些距离感。这是羽毛的阴影，所以轮廓会比较明显。这里也要注意，不要画成线哦，还是要记得它是一个面上面的阴影。画胸部和腹部的明暗，一样来慢慢的刻画比较暗的地方。这些地方是因为小鸟的羽毛会有分流，就像我们的毛发会有不同的生长方向，所以会造成一些分界的阴影。这里的暗部不要单纯加蓝色，而是少少的蓝，主要还是比较浓的红色，留下红色的鲜艳度。这里修整一些灰色的部分，方法就是加一层薄薄的蓝色。现在明暗基本已经画好了，可是有时候需要来回修改，这不是故意要把事情弄得很复杂，而是要画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再检查一次整体的明暗。开始画脚，脚可以直接用浓一点的颜料画，脚趾红一点，慢慢加蓝，渐渐灰。脚底因为有雪地的反光，所以亮一点。另一只脚水分可以多一些，让它比较淡一点，拉开前后关系。接下来都属于调整整体的明暗，可能有一点点琐碎，但这可以让整个画面和谐，算是一个关键性的步骤。该按下去的地方，用浓一点点的颜料压深一些。接下来是要把太突兀的亮面画暗一点，大家可以眯眯眼看一下你的画面，有没有特别突出明显的地方，导致你整体的形状有一点碎碎的。如果觉得画面有一点碎，可能就是有一个部分太过于明显，对比太强，导致物体有种被切割开的感觉。如果是太暗，就拿笔沾清水擦亮；如果是太亮，那就再盖一层颜色。把尾巴这附近的投影加深，
补一些饱和度高的部位，同时继续注意各部位的明暗关系。我们开始画雪地，雪地会用到湿中湿的画法，还有撒盐法，制造雪的结晶感。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画，先从左边开始。有光照到的平面我们就留白，其他都以群青为主。主要是用撒盐法增加它的材质感，其他不用画得太细腻，没有关系。用撒盐法的时候，如果想要纹路很明显，水就不要加太多，不然盐还来不及把花纹做出来，就先溶解在水里面。水不小心放太多也没有关系，先稍微吹干一点点，再放盐。但是不要吹太干，你还是要留时间让盐去吸收水分，制造出花纹。小鸟附近的雪，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点隔红，让它与环境是融入在一起的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还不错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。解说就先到这里，大家还是可以看完画背景的内容。我们下次一样练习用2个颜色画，一样是隔红和群青，但是以蓝色为主。希望正在画画的大家享受每一笔每一画的过程，也希望还没有开始画的朋友们看完这一部影片，可以让你想拿起笔来一起画画。第一层干了之后，可以再上第2层颜料，撒盐，增加多层次的材质感。把剩下的盐拍一拍。大家也可以拍一张照片记录一下。拉近一点看撒盐法制造出的纹路。角站立的地方可以再加深。这样子就完成咯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